好，我們今天來聊一個很有趣的話題。當全世界的投資人眼光都還在輝達、還在台灣的時候，其實有一個 AI 供應鏈裡頭非常關鍵，但是常常被大家忽略掉的戰略要地，正在南韓悄悄地成型。所以這就帶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AI 的發展真的只看 GPU 嗎？其實現在市場上普遍的看法都把 GPU 當成是唯一的瓶頸，但這種想法說真的有點忽略了數據傳輸的物理極限，而這個極限恰恰就是南韓半導體產業的核心價值所在。那要怎麼解決這個數據瓶頸呢？答案就是這個東西——高頻寬記憶體，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HBM。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條專門為那些超強 AI 處理器蓋的數據高速公路。你想想看，真正的限制其實已經不是處理器本身能跑多快了，而是你有沒有辦法用夠快的速度把資料餵給它。這句話我覺得說得非常到位，它精準地點出了 HBM 的戰略價值。所以對我們投資人來說，這代表什麼？這就代表 GPU 的成長潛力跟 HBM 的供應能力是綁在一起的。如果沒有足夠的 HBM，再厲害的 GPU 也只不過是一個擺在那邊很貴的矽晶片，根本英雄無用武之地啊。好，那問題來了，到底是誰掌握了這條關鍵的數據高速公路？答案很集中，主要就是兩家南韓的巨頭，他們之間的競爭還有合作，將會決定未來整個 AI 硬體的發展格局。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市場狀況。SK 海力士，它靠着一個獨家的 MRMUF 封裝技術，在 HBM3E 這個世代可以說是抓住了輝達這個大客戶，所以暫時是領先的。那另一方面，三星電子呢，它現在面臨一個雙重壓力，一邊要在記憶體技術上趕快追上，另一邊晶圓代工又要挑戰台積電。不過千萬不要小看三星，它龐大的資本還有垂直整合的能力，讓它依然是市場上最有威脅性的挑戰者。所以我們在評估南韓的半導體實力的時候，真的不能只看單一公司。你必須要理解，這是一個由財閥跟國家政策緊密結合的產業國家隊。這種強大的集體競爭力，是他們跟其他競爭對手補起來一個非常獨特的優勢。那麼是什麼在驅動這個國家級的戰略呢？答案就是南韓身處的非常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接下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它到底是怎麼樣在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強權之間玩一場精密的平衡遊戲。你看這張圖就很清楚地呈現了南韓的處境。這真的是在走鋼索。一方面，它最尖端的技術發展，像是設備設計軟體都高度依賴美國的生態系。但另一方面，它生產出來的龐大記憶體產能，又要靠中國這個巨大的終端市場來消化。這就是南韓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核心策略了。他們非常清楚，選哪邊站隊風險都太高了，所以他們的目標不是選邊，而是透過掌握像 HBM 這種關鍵技術，讓自己成為全球 AI 供應鏈裡面不管是哪一方都沒辦法輕易取代掉的那個關鍵節點。而容仁半導體聚落就是這個不可替代戰略的具體實現。哇，這個數字4700億美元，這是一個長期的投資目標，把政府和民間的資源全部砸進去。目標就是要打造一個從設備、材料到製造，全部都在國內的完整生態系。用這個方法來鞏固他們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好，講完了大公司，我們再往供應鏈的更深處去挖，讓我們把目光從那些知名的大廠轉到那些比較少人知道，但卻是扮演關鍵槓桿角色的公司。我覺得這是一個投資人常常會有的盲點，就是眼睛只盯着三星和 SK 海力士。但你想想看，HBM 產能現在真正的瓶頸，其實不是 DRAM 晶圓本身，而是後段先進封裝需要的那些超精密的設備。這些設備擴產的速度遠遠跟不上需求的成長。這個流程圖就揭示了瓶頸到底在哪裡。你看在第3步需要用一種叫做熱壓鍵合機，也就是 TC Bonder 的設備，把一片一片堆疊起來的 DRAM 晶片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目前在這個領域的領導者就是韓美半導體這家公司，它跟 SK 海力士的供應鏈可以說是深度綁定。
這也意味着它的產能就直接決定了高階 HBM 到底能出多少貨。所以說，像韓美半導體中本土設備商的崛起，不只是單一公司的成功哦，它其實是南韓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誒。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複製台灣那種完整的半導體生態系模式，一步一步降低對國外設備的依賴，這樣才能建立一個更有韌性、更能抵抗地緣政治風險的產業護城河。OK， 所以在穩固了記憶體和設備的基礎之後，南韓的 AI 戰略開始往價值鏈的上游走了。他們現在非常積極的在布局 AI 晶片設計，特別是針對推論這個市場的客製化晶片。這幾家新創公司大家可以記一下名字 ：Rebellions、Furiosa AI， 還有 DeepX。他們可以說是南韓挑戰 AI 晶片市場的國家隊。他們背後有從三星到政府基金的大力支持，專門在開發特定應用低功耗的神經處理單元，也就是 NPU。而且他們的策略非常聰明，非常清晰，絕對不要跟輝達在通用的 AI 訓練晶片上硬碰硬。這真的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哦，因為輝達的CUDA生態系那個護城河實在是太深了，很難跨過去耶。我們可以這樣看，輝達的堡壘在哪？在雲端的大模型訓練，這個市場需要極致的算力，但缺點就是功耗和成本都非常高。那韓國這些新創公司瞄準的是更廣泛的終端推論市場，比方說智慧汽車、你的手機、工廠自動化，在這些地方，低功耗、高效率的專用晶片反而比通用的 GPU 更有競爭力。好，那綜合我們剛剛所有的分析，我們來幫各位投資人整理一下未來可能會發生的3種情境。你可以把這個當做一個評估南韓半導體產業的風險和機會的戰略框架。這張表格總結了3種情境。最樂觀的情況就是 HBM 的需求繼續大爆發，同時我們剛剛提到的 KAI 晶片也成功商業化，那南韓就會成為全球半導體的核心。基本情境呢，大概就是維持現狀，繼續由記憶體主導市場。而最大的風險，也就是悲觀情境，就是來自美中摩擦。如果有一天南韓真的被迫要選邊站，那它的整個供應鏈穩定性就會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所以這句話可以說是我們今天分析的最終結論。未來的 AI 競爭決勝的關鍵將不只是誰的算力最強，更是誰能最有效率地解決數據流動的那個瓶頸。因此，最後我們留給大家一個關鍵的問題去思考：當你在布局 AI 的未來時，那個真正的戰略咽喉是不是已經不再是 GPU 本身，而是那個負責餵養它的高頻寬記憶體？這個問題的答案，我認為很可能會重新定義我們未來的投資版圖。